美联储刚刚宣布利率维持不变，这已经是连续好几次按兵不动了，整个华尔街瞬间进入重新定价模式。而在这场资金大洗牌里，最敏感、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澳元。今天这期内容关系到你手上的澳元资产、澳洲房产、能源、ETF， 甚至会左右你未来3年的财务压力，也决定你能不能在这场全球大变局里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一定要看到最后，我还准备了一个 bonus， 绝对能帮你避开接下来几个月里最大的一个坑。当美联储的消息出来时，我心里真的五味杂陈。记得前几年那一轮疯狂加息的时候，联邦基金利率一路拉到 5% 上方，为了压通胀，几乎是不计代价。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压力一下子重得喘不过气。我有个做实体生意的朋友，原本靠着银行的低息贷款在周转，结果利息一路狂飙，每个月还款额多了快1倍，资金链差点就断了。有天半夜，对方给我打电话，一个大人在电话那头哽咽，那种对未来的绝望感和无力感，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通胀慢慢下来，美联储从2025年开始转向观望和小幅预期降息，一路拖到现在2026年，大家都在盼着真正的大放水，盼着实质性的降息，盼着日子能稍微松动一点。结果呢，等来4个字，维持不变。这4个字听起来轻飘飘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你知道吗？在金融世界里，没发生原本很多人以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才是最吓人的。华尔街那帮掌握着几千亿资金的大佬们，之前都在赌今年会有比较明确的降息节奏，至少1、2次，甚至更多。他们的钱早就已经布局好了，买了各种股票、成长股、风险资产，就等住降息的东风把价格吹起来。现在美联储突然说，不好意思，这次会议不降，全年大概只会有1次小幅降息，还要看战争和通胀情况。市场一看，通胀预期调高，地缘政治风险，特别是中东、伊朗相关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上升，利率高位维持的时间可能比想象中更长。大佬们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把投进去的钱疯狂抽出来，卖掉高风险的资产，换成更安全的现金或者国债。这种大家一窝蜂的把之前的计划推翻，重新洗牌资金流向的过程，就叫重新定价。而这其中最敏感的指标之一，就是汇率，特别是我们关心的澳元。这里有一个关键现实，美联储这边利率按兵不动，维持在 3.5% 到 3.75%， 但澳洲央行在2026年2月和3月连续加息，现金利率已经抬到大约 4.1% 左右。也就是说，名义利差上，澳元对美元其实不算特别弱，甚至短期内还有一点利率优势。问题在于，美元仍然是全球避险货币，一旦有战争、地缘政治风险、金融市场震荡，资金本能的往美元资产里躲。澳洲一方面通胀韧性还在， RBA 不得不偏鹰派，另一方面又受大宗商品价格、全球需求以及中国经济节奏的影响，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微妙的局面。短线上，因为美联储不如预期的鸽派，美元指数走强，澳元对美元汇承压，波动加大，但中长线上，澳洲较高的利率水准加上大宗商品支撑，会让一部分资金把澳元视为收益率较高又相对稳定的配置标的。在这轮重新定价里，反而展现出某种高息加商品货币的防守性。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美联储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按兵不动？其实背后的水很深，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这是一场政治和人性的心理博弈。大家别忘了，现在是2026年，美国又是一个国会选举年，中期选举节奏，上面的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们既怕物价再次失控飞涨，惹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起，从而丢了选票，又怕利息一直这么高，企业受不了开始大裁员，失业率飙升一样会被骂死。再加上中东战争、油价高企，这些都可能把通胀重新点燃。于是，在这种两难的政治局面下，他们选择了最油条，但也最保守的一招，拖时间、盯数据，先看清楚战争怎么发展，通胀会不会再抬头，就业会不会明显转弱，再决定要不要真正启动一轮实质性的降息。但他们这一拖，苦的是谁？苦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今天全球股市、汇率的剧烈震荡，就是因为资金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乱撞，想要寻找新的避风港。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一句我一直坚信的话，别人的恐慌就是我们的机会。每一次这种大机构的重新定价，每一次市场的大洗牌，其实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刻。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普通人想要实现财富的阶层跃升，靠的绝对不是死工资，而是能不能在这种历史性的转折点看懂趋势，踩准节奏。
现在资金正在重新洗牌，那我们手里的钱到底该怎么办？是继续放在银行吃那一点点利息，还是趁住市场大跌去抄底？特别是对于关注澳元资产的朋友来说，这一刻更是关键。美联储这次按兵不动，市场原本压住会更割，结果预期落空，全球大佬们立刻开始重新算账。你可能会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买美股，也没几亿资金。但我告诉你，关系大的不得了。在金融世界里，如果你看不见水流的方向，你就是那个被淹没的人。我有个学员阿强，他是那种特别努力的上班族，存了几年钱，在2024、2025年看住身边的人靠基建基金、科技股赚到钱，他也心痒痒。去年底，他听到市场上到处在喊2026一定大降息，不买房不买股就亏大了，于是把自己辛苦攒的资金全仓冲进高杠杆房地产信托和高估值科技股。他当时信心满满的跟我说，这次加息周期肯定结束了，我这把稳赢。结果呢，美联储这次会议一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还暗示全年可能只有一次小幅降息，市场瞬间崩掉。高负债房地产公司因为资金成本不降，股价直接被打趴，靠烧钱换增长的科技股因为估值模型被重新计算，也被砍得乱七八糟。阿强今天早上问我，老师，我要不要割肉？我真的替他难受，因为他犯了3个致命错误。第一，把别人的预测当成市场的定局；第二，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三，完全忽略澳元在高息环境下的特殊走势。反观另一个学生小陈，他的资金比阿强少，但他懂一个逻辑，政治决定经济，而数据决定政治。他在今年年初看到美国通胀压力还在，澳洲通胀更顽固，中东和伊朗的战争推高能源成本，而澳洲央行为了压通胀，在3月17日又把利率升到 4.1%。他就问我，万一3月不降息怎么办？于是他做了弹性配置，部分放黄金，部分放澳洲能源 ETF， 部分放澳洲实物资产，部分保留现金。为什么？因为他看懂了2026年的全球主题是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而澳洲的油、气、矿产在这个时代就是硬通货。结果今天市场大跌，他的黄金因避险情绪上涨，澳洲能源资产因供应缺口而抗跌。澳元虽然受美元短线强势压力，但因为澳洲利率高达 4.1%， 加上商品货币属性，在所有非美货币里表现得最有韧性。这就是我说的，赚钱不是靠赌博，而是靠对风险的重新定价。那接下来几个月怎么走？普通人该怎么配置？我给你3个非常具体的建议。第一，现金不是垃圾，但不能只抱现金。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意味着美元短期仍强，但澳元因为高息与资源双重属性，在震荡期分批布局澳元计价的优质资产反而更划算。第二，关注政治正确的投资。2026年全球都在搞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供应链安全，澳洲和纽西兰都在增加燃料储备，政府的钱往哪流，投资就往哪走。能源、基建、防御型板块在加息尾声最有韧性。第三，避开所有高债务资产，在利息还没真正降下来之前，高负债房地产、高杠杆 REITs 靠融资烧钱的科技股都像暴风雨里的漏水船，随时可能翻。最后我想说，市场震荡不是来吓你的，是来测试你的。你要问自己，这个资产3年后、5年后还有没有价值？如果答案是有，那现在的重新定价不就是老天爷给你的打折优惠券吗？说完了资产配置的逻辑和我的实战案例，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背后真正的大手，政治。很多人觉得金融就是看数据、看报表，这其实只看对了一半。在2026年的今天，金融的底色其实是政治。为什么美联储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已经制动？你们看看新闻，现在中东那边闹得沸沸扬扬，油价直接冲破了$100大关，再加上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执政者最怕的是什么？是通胀失控让选民手里的汉堡变贵，还是利息太高让大家断供房贷？他们现在就是在玩走钢丝，一方面想维持强势美元来应对地缘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怕国内经济真的崩溃。这让我想起我刚入行那几年，总觉得只要学好技术分析就能赚钱。直到有一次，我眼睁睁看着一场地缘冲突，在短短几天内把我精心分析的投资逻辑全部震碎。那次我亏了不少，但我学到了一个最深刻的教训：普通人看数据，高手看格局。现在的格局是什么？是脱钩与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让大家关注澳洲和新西兰的原因。大家发现没？美联储虽然不动，但我们的澳洲央行 RBA 竟然在这种复杂环境下展现出了极强的政策韧性。
目前澳洲的利率水平让澳元具备了极高的利差优势，当全世界都在等住美国降息救命的时候，澳洲因为资源丰富，通胀压力大，反而表现得非常有底气。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首先是澳元的强势周期，当利息维持高位的时候，钱会像嗅觉灵敏的猎犬一样往澳洲跑。这不仅是汇率的机会，更是我们重新审视澳洲优质资产的机会。特别是澳元对美元在重新定价的过程中，具备更强的抗跌性。其次是因通货的狂欢，金价现在都在高位震荡，这不是偶然。在战争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年代，黄金不是用来发财的，是用来保命和守富的。我自己的户口里，黄金比例从来没像今年这么高过。接着是能源与资源 ETF， 既然油价下不来，澳洲又是能源大国，那些优质的资源股、能源类 ETF 就是我们对抗高利息、高通胀的最佳防御公式。展望接下来的一年，我觉得市场会进入一个阵痛后的重生期。美联储的这次按兵不动，其实是给了大家最后一个上车优质资产的机会。我大胆预言，下半年一旦政治局势稍微明朗，资金会疯狂涌向那些基本面好、有资源支撑的市场，比如澳洲。到那个时候，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定价波动，在未来回头看，不过是财富列车启动前的最后一次颠簸。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我知道，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不管是谁，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背负的压力和焦虑真的很大。我们学习投资，分析局势，本质上不是为了那几个数字的增长，而是为了给家人一个稳定的未来，为了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投资是有风险的，但最大的风险是，当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摆在你面前时，你因为恐惧而选择了原地踏步。愿我们都能在这场全球市场的重新定价中，定下自己精彩的未来。好了，既然你看到了这里，说明你真的是想在2026年大干一场的人。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bonus， 直接在线教你一个我在大波动中保命甚至反败为胜的实战技能，那就是澳美利差的弹簧诊断法。很多人看汇率只会看涨跌，那是外行。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而澳洲央行却在逆势转鹰，这中间产生了一个关键的利差位移。你现在打开任何一个财经软体，找到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和澳洲2年期国债收益率，把两者相减。当这个差值开始缩小，而澳元汇率还没动的时候，这就是市场给你的预警信号。这套技能的核心在于，利率是水的压强，汇率是水的流向。只要你学会观察这个压强差的转折点，你就能比90%的人更早预判到澳元的暴力反弹或回调。这是我压箱底的分析技术，希望你能多听2遍，把它刻进你的投资直觉里。学会了这个，2026年接下来的市场震荡对你来说就不再是恐慌的来源，而是财富重新分配的工具。最后，为了让大家能真正把今天讲的底层逻辑转化为口袋里的钱，我特别为2026年这个特殊的3月份设计了一个行动方案，2026澳美重新定价实战布局全攻略。这套方案不仅结合了刚才教大家的澳美利差诊断法，还针对接下来半年澳元资产的配置比例做了精确的动态调整。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心里还是有点虚，想看更具体的数据分析和标的名单。如果这期视频的点赞和评论留言人数够多，大家热情够高的话，我会专门再录一期视频，把这套重新定价实战布局的细节全部公开分享给大家。当然，如果你不想等，想现在就立刻掌握我所有的核心投资方案与具体的调仓逻辑，我也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只要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你就能优先看到我所有的实战方案，每个月的费用甚至比你买一杯咖啡还要便宜，这绝对是你今年最划算的一笔自我投资。不过在这里我也要严肃的提醒大家，视频中所有的内容和分析仅代表我个人的观察与意见，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变幻莫测，没有绝对的赢家，投资一定有风险，大家在做决策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自己的钱包负责。最后，我想问问大家，面对美联储这次的按兵不动，你觉得澳元接下来是会逆势突围，还是会随大流回调？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要关注、点赞、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输出钱货的最大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